哎，吃饺子，而且饺子我就发现了，什么呀？南方咱不知道，嗯，北方人离不开它。是什么节日都好吃饺子，这一年呢，光吃饺子，太爱这个美食了。逢年过节就是吃饺子。对呀，远了甭提，你说春节得吃啊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破五了，正月初五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对吧？你包括立冬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冬至，吃饺子，得吃。生日的前一天吃饺子，吃。8月15，吃饺子，吃。5月端午，吃饺子，吃。正月15，吃饺子。对，他们家不会蒸包子。谢谢您各位的掌声啊！感谢您，特别开心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，我们太激动了。当了好几年的观众，哎，今年终于能站在这舞台上当演员给您演出了，都快忘了怎么说相声。都是德云社的年轻相声演员。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。谢谢您啊，这是我搭档。哎，好多朋友其实对他比较熟悉，是吗？现在挺火的，在德云社哈。看不到啊，姓朱，叫朱鹤松，是我。哥俩都是天津人，是在这里呢，给天津的父老乡亲、老少爷们们拜年了，大家过年好！好，特别开心呐！真激动。哎呀，尤其过年期间听听相声，哎，更开心。是啊，尤其相声现在，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哎，观众们都喜欢这种形式每位朋友都了解，啊，年轻人、老年人都爱听相声，逗乐嘛尤其天津人，啊，曲艺之乡，对，更喜欢相声。离不开相声。大部分朋友对于相声的理解呢，就是简单，哦，有张嘴就能从事这个行业，哎，有的人他就这么认知的呀，哪这么容易呀？没这么简单。各行各业都有难处，是，相声只是说门槛儿低一些，哦，稍微低点儿。嘴里边你要求就有啊，要求什么呀？口齿伶俐，嘴里不能有毛病。哎有毛病讲不了相声。其次来说得聪明，哦，反应能力得快，必须的嘛，最主要的一点，得有文化。必须肚子里得有点墨水儿。大部分的相声演员吃亏在这儿了，哦，都没什么文化。没有学历，哎呦，这也不怕您笑话。德云社好多朋友都了解都熟悉，最高学历高中毕业，哎，这算高的了。中专毕业，初中毕业，是，小学毕业，小学肄业，小学都没念完，都这个文化。就这意思关九海啊。幼本，这什么叫幼本呢？幼儿园本科。你看今天整台节目，相对他们而言，我文化算最高的，哦，您有学历，我学历最高了。是吗？在这儿跟大家伙儿咱不敢比，哦在这个后台值得骄傲。了不得。中专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呀？毕业。行了，行了，丢人呐！咱就别往这儿丢人了。毕业了啊！不是，咱这个你在这么多朋友面前啊，说出一个中专的学历，怎么了？这大过年的，你的声音通过这个，都传到千家万户的收音机当中去了。对，咱不是电视台吗？这不，我以为是电台呢。在座的可能有那个有文化的，哦，跟这个后台比还怎么着？还了不得了。确实是，你这模样冷笑热哈哈啊！真是大过年的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丝清凉的小笑料。瞧不起我？没有，没敢瞧，没敢瞧。你什么学历？大专。对，比我无非多上3年啊2年啊，2年。你还是3+2那批的呀？大专生，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校长站在讲台上说了：“你们马上要步入社会了，啊优秀的大专生走上社会，如果有那个中专生对你们不尊重啊，你们就大嘴巴抽他。”既然都是专科，咱们差不了太多，哎呦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是吗？我好歹别看中专毕业，啊，
我上的是什么呀？相声学校。哦，相声学校。对了，对口的专业。啊，在蓟县吧？对，还要多远？您那学校在哪儿啊？天塔。天塔上边。天塔上边，那旋转餐厅那是。天塔下边。那是天塔湖。你有准地儿吗？有准地儿吗？天塔边上哪儿啊？有一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，专门学习相声的摇篮呐。对了，相声啊、古曲呀、戏曲呀，包括快板啊、评书啊，那里都教。我在那专门学相声，人才呀！哎，打小就喜欢这个行业。是啊，尤其作为海河儿女来说呢，更得喜欢这门艺术。这对于天津人来说是一种传承。哎，还真是。统称都这么说。哎，都是自誉为海河的儿女，对吧？尤其身为天津人，我是感到骄傲的。那肯定骄傲啊，对吗？尤其呀，过年期间更开心哦，更值得骄傲。民俗啊，天津人讲究太多了，都讲究什么呀？其实小时候过年是最开心的。哦，小时候一过年了，放炮。哎，都小孩都喜欢放炮，对吗？穿新衣裳。哎，谁聊都离不开这些。吃好吃的。对。贴吊签收压岁钱啊，这就是过年最开心的时候，太高兴了。尤其你说放炮，小时候放炮啊，放那叫什么大地红，我就是一放，连地都能放红了。住那胡同里边，整个条胡同都是红色的，炮仗皮儿特别鲜艳。哎呦，这么打远一看，跟红地毯一样，特别好看，那个漂亮啊！小时候就喜欢这个时候，爱放这个，甭管男孩女孩，对吧？男女老少。过年就得放炮，好啊，放花放炮，但是那阵儿的孩子们穷，没现在这么富裕。哎，那阵儿你要是过年放炮了，有时放没了怎么办？自己做。那您能耐可够大的，在家里自己做炮。您还会自己做鞭炮？会，这玩意儿怎么做呀？教给大家啊！过年时先做什么呀？里边的这叫什么呀？这叫。炮药啊！炮药对，得有药啊！先做这个这个里需要好多东西。这需要什么呀？有化学的东西。有什么东西？你比如红粉皮儿，你比如木耳、香干、豆芽菜、酱豆腐、麻酱，和在一起，这个炮药就做成了。是，外上呢裹上皮儿。到门口往地下啪这么一摔，这就要放炮了，但是跟人家那炮可能声音不太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人家那声音就嘣，这个呢啪，还真不错。别人家过年放炮，你们家过年踩饺子。那个饺子，我告诉你，到那门口往地下一踩也是红的。那肯定的呀，人家初一都补觉了，你们家开始刷鞋了。这话说的。图个喜庆，吃饺子，而且饺子我就发现了什么呀？南方咱不知道，北方人离不开它。是什么节日都好吃饺子，这一年呢，光吃饺子，太爱这个美食了。逢年过节就是吃饺子。对呀，远了甭提，你说春节得吃啊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破五了，正月初五吃饺子，吃饺子，对吧？你包括立冬，吃饺子，吃饺子，冬至，吃饺子得吃。生日的前一天，吃饺子，吃。8月15，吃饺子，吃。5月端午，吃饺子，吃。正月15，吃饺子。对他们家不会蒸包子。这话说的，什么节都吃饺子呀？就是说吃饺子的日子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结婚吃饺子，那这得吃饺子了。这我不是在座的，现在有没有赶上的啊？结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包那么一盘饺子。洞房就是吃饺子的时候。谁规定的？不是，过去有那个老人家里有这个讲究，婆婆给儿媳妇包，包那么一盘饺子而且呢煮的时候不能煮熟了，大概80%熟左右，就为了让这儿媳妇窜稀。这个人呢，你说话思想为什么不能煮熟了呀？就这个粒儿把这个盘饺子递进去，门关好了，儿媳妇在里边刚吃一口，婆婆在外边得问这么一句：为什么呀？生不生？生。回家生去。儿媳妇在里边就得说了：
生，这是头什么呀？老一代对隔代人的期盼，希望儿孙兴旺。对了，有这讲究。对，我生活当中我就碰见过，我们有一个朋友结婚也是，这婆婆煮饺子去了，人家煮8成熟，对吧？实不行你9成熟，我们那个朋友那婆婆，恨不得煮18成熟。这么一盘饺子煮熟了，隔着门都放进去吧，门关好了，婆婆在外还问呢，生不生？再看人儿媳妇生不了啦，怎么了？成片汤啦。这太熟了，对，有这个讲究吧？有这个。过年期间讲究这个，重大的日子离不开饺子。还有什么呀？年夜饭。哎呦，这太丰盛了。年夜饭也讲究，家家都很丰盛。一年当中最丰盛的一顿就是今天。对呀，就是过年30那顿。一般家庭来说吧，熬条鱼必须得有鱼，连年有余嘛，有这好寓意吧？有鱼啊，炖点肉，生活富足，不少了吧？够了，够了吧？对，够了，熬鱼钱就够了，熬鱼就够了，你还得再多点啊！哎，反正这爱吃什么弄点什么呀？哎，弄点热菜，弄几个凉菜。有的家庭啊，爱炸个虾片儿，哎，对吧？虾片过年了，一吃虾片就是过年了。哎，最后呢，煮2盘子自制的那个爆竹，饺子，这就算过年了。对，但是这是旁人家哦，别人家吃这个。那你们家吃什么呀？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太棒了！别人家过年吃年夜饭，你们家30晚上听相声。还是一个传统相声，过年不让听相声，让听相声啊！我那意思说什么呀？就像相声里说的一样，就这么丰盛，太多了。而且在这个时候吃年夜饭期间，最开心的活动开始了。什么呀？压岁钱，孩子就盼这个呢，太开心了。哎，那阵小时候我最爱听的一句话了。什么呀？这红包啊是给孩子的。最不爱听的呢？妈妈帮你收着，别让家大人拿走了。而且对于我来说，要压岁钱我都有诀窍。什么诀窍啊？不要脸。哦，要压岁钱时不能要脸啊。是，有的那个街坊邻居的、亲戚朋友的，他总忘，人家是压根儿不想给，我得提醒他。这怎么提醒啊？追着要，那还确实不要脸。从初一就找他要。初一怎么要啊？初一就给他拜年啊，他要来不理你这茬，初2接着去，哦，正月15接着去，过了2月2接着去，过完年了还去，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算，这不愣要吗？这不就是？实在不给了啊，没关系，干嘛呀？拜年不行了啊，换方式。什么方式啊？运用我的专业技能。什么呀？我给他唱快板儿。唱快板儿。对了，唱快板儿在相声舞台都快挣不来钱了，你还能从亲朋好友当中弄来钱？相声舞台你唱什么呀？哎，传统段子。对呀，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唱那个传统段子了。那唱什么呀？你得唱他那个爱听的。哦，唱到他心缝里去。对了，这个钱你就能要来了。是吗？对了，那您给我们来，我给大伙儿学学，看看您怎么要的钱。过年的时候，这都有诀窍，大伙儿一定要把这快板都学习下来。哦，今年过年了的时候，哎，过2天你们找他们就开始要钱去了，就能要下来了，没有问题。嗨，我看看。嘿，马儿奔跑的声音，哇，嘿，哇，好似金石之声。不鼓掌，我以为你们都会要呢啊！个数9寒天冷风嗖，整个年来春打6九头。行了，别唱了，大过年的别给我们添堵了，行吗？人大过年的见着亲戚唱一绕口令儿，这能要来吗？听后边，
后边变了。正月15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，3月3王这也要不来呀，这个。听后边儿。3月3，王母娘娘蟠桃会，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头。这哪能要？听后边儿。这后边有什么呀？爷爷奶奶，您给点儿吧。愣要啊！